嗨，各位先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玄子。最近币圈是不是让你有点胆战心惊呢？派币跌到 0.6 了，有人慌张也有人加仓。有看过之前影片的朋友就知道，在派币上交易所的时候，小玄子在2月24号第94集时就说过，3年内派币的最高点为20，低点在 0.5 附近。这时候你会想问，小玄子，那现在的价位已经接近低点，所以要进场了吗？先别急。这集小玄子会分享进场的时机点让你参考，但顺带一提，以下内容都是小玄子个人观察与经验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哦。买与不买还是要自己判断，自己决定。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。小玄子今天就来带你从多个角度看清局势，还会分享一些除了拍币以外的理财策略，像是最近很夯的数位黄金，还有哪些币值得观察。首先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灵魂拷问就是，拍币到底怎么了？最近拍币真的有点冷。从最高3块慢慢滑回 0.6， 很多朋友都在私讯小玄子，是不是泡沫啦？我是不是该跳船啦？先别急住拔网线，我们冷静来观察一下，到底是只有派冷，还是整个币圈都在感冒？先来看看比特币这位老大，前阵子风光登上$10万美金，现在怎样？跌回8万多，以太坊也不甘示弱，从4000跳水到2000以下。所以你说整个币圈都在感冒，派难道能一个人打疫苗逆风飞翔吗？说实话，除非他姓孙的会72变，不然也是难啦。好，那派币为什么跌这么快？来，我们帮大家整理一下几个主要原因。首先是预期落空，很多先锋在拍day前是信心满满，激情喊单，这波要起飞啦。结果官方继续走稳扎稳打的路线，强调还是在建设生态为主。有些人嗨过头，期望太高，一看没送火箭，瞬间心凉了一半，开始失望卖出。但小玄子真的说过很多次了，如果拍不发展生态，不落地应用，最后只会变成另一个命币而已。看热闹的人多，真正能用的价值却没有。幸好啦，项目方目前的方向还是清晰的，这却是一步一脚印在推动 Web3 生态。虽然慢，但至少不是乱飞。有些早鸟玩家，在现在看还有利润，拍一场梦多，先出一波就走人。这其实也很正常，说白了，项目方可能早就预料到，这一波短线部队会在这时候撤退，这反而让市场更健康，把只想短炒没耐心的人先洗出去，才有空间让真正长期支持生态的人进场。所以说要讲下跌，就不能只看派啦。这波跌的不是一颗币，而是整个币圈都在跳水。这不是什么派特有的问题，而是整体市场氛围低迷。其实不止币圈，就连股市、债市现在都在抖。背后主因就是美国经济政策风向变化，尤其是川普重启关税战，全球避险情绪升温，整个金融圈都开始紧张兮兮。第二个问题，除了拍币，还有什么可以关注？俗话说得好，鸡蛋不能全放同一个篮子，除非你是欧姆蛋专业户。所以除了派，我们当然也要看看其他币圈的潜力选手们。今天小玄子就来推荐几个风险相对没那么刺激，但还是有成长空间的币种给大家参考。ETH 以太坊，我们的二哥，最近真的有点可怜，被市场修理的不轻，从巅峰一路滑到2000以下，跌的连牛都想踩一脚。不过小玄子认为，这根本是超跌。以太坊的 Layer 2解决方案正在快速发展，DeFi 也还是以太系统的根基。这个价位对中长期投资来说，真的蛮香的。如果你最近刚好没买饮料，没吃宵夜，手上有点闲钱，搞不好这就是个不错的布局时机啊。Solana 可以说是币圈里的电竞选手，速度快，费用低，反应灵敏。虽然之前因为锻炼事件被大家念过一阵子，但最近明显打怪升级，整体表现回稳。还在持续往应用层面发展，而且未来美国若开始提倡新的数位货币，高几率需要脊柱于它的帮助。如果你看好未来链上应用的爆发，稍尔是不能不看的选手之一。BTC 比特币，这还用我说吗？ BTC 就是加密货币界的老大哥，精神领袖，币圈黄金。虽然他现在动作比较沉稳，不会像某些新币那样乱喷，但他的抗风险能力绝对是 No.1。你想避震、抗通膨，拿着安心。那 BTC 绝对是你的币圈定存选项，尤其是美股市值都跌了2兆多了，它还是能维持在8万多块，就知道，虽然它是虚拟货币，但是它的抗跌能力可是一点都不虚拟哦。是 Ustas 的稳定币。说到资金管理，小玄子要再提醒大家，稳定币是你在币圈的避难所。如果你现在不想进场，只想先观望，那就可以把资金停在 Astro 或 AskClick 里，先在交易所理财功能那边赚取高额利息。等到好时机再出击，就像开车的人总要有个停车场，稳定币就是你资金的临时车位。
特别是你有在币圈资产的朋友，资金灵活调度真的很重要。第三个问题，数位黄金还是实体黄金？这时候你可能会问啊，小玄子，不是在聊加密货币吗？怎么突然转台跳到传统资产了？你是不是剧本拿错了？别急，这其实是币圈老玩家都懂的一件事。真正的投资人绝对不能只盯着一个市场看。就拿炒股票来说好了，你如果只听分析师在那边预测某档股可能会怎样，那真的太单纯啦。现在这种局势，我跟你说一句真心话，川普讲的一句话，胜过100个分析师写的报告。为什么？因为分析师顶多说这只股票有机会，但川普一句我要提高关税，整个市场直接先跌给你看，股票、债券、加密货币全都在抖，还需要你听分析师在那边猜吗？除了币圈，黄金也是很多人最近关注的热门资产。美国联准会 Fed 近期发出讯号，可能不会这么快降息，市场避险需求高涨，黄金价格已经突破$3000大关，一度创历史新高。而且不止黄金，小玄子再偷偷加码一个观察点给你。现在金银比来到夸张的100:1，什么意思？就是黄金价格比白银贵了100倍，但正常情况下应该差不多在60:1。这代表什么？白银未来的补涨空间超大，聪明人都懂，先卡位等表现。所以你现在要想清楚资产配置顺序怎么排。这里分享小玄子的配置顺序：第一顺位，黄金，危机来时第一个喷出去的；第二顺位，白银，补涨延后，但空间更猛；第三顺位，加密资产与传统股债等前面涨到一个段落后，这些才会接棒。那你可能又要问了，小玄子，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进场抄底币圈或股票啊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等到贵金属涨到膨胀到不想再看的时候，就是时机到了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哪天黄金暴冲到$10,000，代表市场上所有钱都疯狂涌进贵金属，同时也代表整个世界的资金都在避险，没有人敢玩风险资产。股市冷，币圈凉 ，OEITS 睡觉。这时候你反向思考，等到市场冷静，情绪退潮，大户和巨金就会从黄金跑回来捡便宜，开始重新进场。当这个机会来临，就是你跑在大户跟巨金前面的时候，直接大胆买进，都是抄底，不需要担心自己是否在接盘的问题。所以现在是黄金的主场秀，你可以先观察，慢慢配置，等哪天黄金暴涨过热，白银补涨接棒，那币圈的机会就要来敲门了。小玄子给的建议是分散风险，灵活调整配置，别死守一种资产，也别全压。理财市场长期战，不是短跑。如果你本身就是纯股领息的族群，可以考虑把资产放在虚拟货币交易所。下方说明栏位有小玄子的专属交易优惠20%的邀请码，大家记得要多多利用。纯稳定币的活吸，需要时又可以立即提出，做到灵活配置。派币还在建设中，这段时间的波动也许只是铺路过程，遵循小玄子帮大家的评估，派币的最高点为20，低点在0.5附近做分配。与此同时，分散风险到黄金跟其他的主流币是聪明投资者必备的策略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派币最新消息、其他币圈理财秘诀，记得订阅跟分享加开启小铃铛哦。我是小玄子，朋友们，我们下集见。